你的伤如何？无妨，雨山阿紫给我用了最好的金疮药，一点疤都不留。好像成功了。今日多谢你。谢我做甚？是你救了北秦太后一命，她若再健康出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其实我只是运气好，赌赢了。而若是你萧无疑不想做的事，谁也做不成。你早就知道我带走了袁小六，所以让青龙偃月守在西月楼外，是不是？但若非是你一再坚持，也不会是如今的局面。北秦太后，她已经答应了和谈条件。后来北秦太后告诉我，她本就不想让英王获得南翼皇室的支持，只是想见袁小六，所以才以此为交易。你说袁小六和北秦太后真的放下了吗？怎么了？一只，他想见你。回来了。你怎么还未休息啊？今夜月色不错。和一只都说好了。嗯。可能我们这样的燕雀，和你们这种鸿鹄，本就不是同路人吧。鸿鹄虽有志，燕雀亦有骨。谢家园，你很好。我决定要拜袁小六为师了，从此以后跟着他精进机关营造之术。我要走出健康，或许还要随他去你的北府呢。萧无疑，袁小六的藏风炉我用着可好了，能不能让他分我一半？谁告诉你藏风炉是袁小六的了？那是谁的？我的。那你的藏风炉能不能分我一半？反正你去北境之后也就用不上了。嗯，我想想吧。这还需要想啊？想怎么就不行了？我人不在家，那家也是我的呀。像你这样斤斤计较的性子，怪不得找不到喜欢的人。我府中已有3个妻妾，已经够我烦了。我们3个人和你有1分1厘的关系，你以后再这样下去，真要熬成天煞孤星了。万一你以后牺牲了，都没人替你收尸呢。天地为幕也是义趣，我不需要伴侣，更不需要弱点。我就不信你没有喜欢的人。不对不对不对，你这个眼神，你绝对有喜欢的人。他长什么样？说来听听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八卦嘛，就是跟我没关系才好问嘛。嗯。你盯着我做什么？反正比你漂亮，更比你懂事，样样都比你好。不可能，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人。你不是给袁家子写了一份和离书吗？你去北京之前也给我写一份呗。
你不是不着急走吗？你要什么和离书啊？别装了，我那天都在书案上看到你的废稿了。你就好人做到底嘛。谁告诉你我是好人了？你先前不是还说什么我会从心底里嘲笑你吗？我怎么可能是好人啊？我怎么会杀秀秀？我和她一起长大，还等着我攒够军饷去她家提亲，我怎么会杀她？我控制不住我自己，我要杀人，我要砍人，我要咬人！我被诅咒附身了，对，诅咒，这是对背负君的诅咒，背负不该改制。天将诅咒，这是报应，这是报应！算上昨夜，已经发生9起兵士发狂伤人的案子，百姓都说，这诅咒是冲着北府改制来的。事出必有因，快把瑞生叫过来。这便是病因，吃了这些稻谷的野狗便会如此，暴躁、失控、失血，发病时间不等。有的人刚吃下就会发病，有的需要3、5日后。是朝廷从瓜州拨来的军粮，颜色发深，但没有发霉，像是被水泡过。我曾在家瑜的一本记载开矿之法的书上见到过，有些人饮用了矿山里的水，便会昏迷、癫狂，若长期饮用，会极大的影响寿命。眼下情况虽不完全一样，但很相似。可是瓜州有矿吗？没有吧？没听说有啊。瓜州，崔氏，文熙皇后所在的崔氏，也是时候该去查查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的药。药。瑞生阿紫，北京一切可好？听说马上入冬了，记得加衣。我与师父最近改进炒钢之法，为阿紫重新打造了一副衣针，应当比阿紫常用的那副更细更韧。给元姬阿紫做了面镜子，倒是不如铜镜。师父一心要造火棘离，我打算随他出健康巡矿，先去屠高山，再往西南走。听说那里匪患重，正好试试我的轻功。胡闹！没料来了，给您放在哪儿？你们就随便放这儿就行。妙，妙！嘘，是我。我知道是你。你怎知我来灵凤铺了？东宫使者阿大还会说话，除了你还能有谁？不过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。这里到北府怎么着也得6、7日吧？北府得了怪病，与瓜州有关。我来这里的第1日就碰到了南星，他说你让他来找我。哎，我运气真不错。都被抓到这儿了，你还运气不错呢？你是怎么骗过崔少安的？其实吧，一开始也没骗过去。既然都被你发现了，那我就跟你直说了。你可听说过昔年曹魏设立发丘中郎将，我等
皆乃摸金校尉传人。啊？摸金校尉第6代传人，正式在下。啊？你不信啊？你也不想你们崔家的墓地被我们光顾吧？你爷爷的，你爹的，还是你的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摸金校尉啊，别的没有，就是有耐心。我以后我等个180年的，我跟你说，我把你们家全挖了，全停，小丫头，你不会当我傻吧？哎，行吧，行吧。我承认，我是看见你们家在开私矿，但这道上的规矩我懂，我这不该说的呢，我一个字儿都不往外说。但你知道咱们倒斗的，见者有份儿吧？是不是？你怎么还不信我呢？你们家矿上最近有没有人突然晕倒、暴走，或者是癫狂？你是如何知晓的？那我知道的可多，水的问题。你想解决吗？我可以帮你。小妾，又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一个由头而已嘛。那我答应帮他制造绿水，这不是正好能拖到你来了吗？是你要南星来找我的？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一遍了？为何呀？这里明明离健康更近一些。那你不是会武功吗？你怎么了，小无疑？让我散！小无疑，你别闹了，你能中招，那我怎么一点事儿没有？你又不会武功，当然感觉不到了。果然，你们认识。你不会以为你给我掰扯那些，我真的相信了吧？我就是想看看，你到底要玩些什么花样。但你别说啊，你说的那个什么绿水，哎，我真挺心动的。这个我真没骗你，这个绿水我真的会等一下做。一个一个来，先这位，冒充东宫使者，身份肯定不一般。兄台，怎么称呼啊？小无疑，久仰大名。回来，回来！啊，连北府军都惊动了，那我凌风铺的秘密不就藏不住了吗？啊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只能杀人灭口。他怎么话这么多呀？所以把他嘴给封上了。他身体也动不了了。这是我跟蕊生阿紫学的，把他的经脉都封锁住。现在他除了眼睛能动，其他地方都动不了。厉害！你跟蕊生学了多久啊？第一次查啊？我就看过那么1次吧。这要是扎歪了呀，可能会瘫的。哎呀，现在怎么办嘛？不撤了啊。等等，你知道凌风铺的矿山在何处吗？后山。但是不知为何，他们这儿的矿工招的都是女孩。各地统计流民，只算成年男性，女孩很能掩人耳目。是啊，最多也就落一个崔家公子的好色之名。你这针能管多久啊？不知道，但我看蕊生阿紫扎的时候，那只鸡躺了一整天。那就看他的命吧。走。没事吧？到底谁扶谁啊？我的错，我扶你，我扶你。走走走。走。别怕。开矿
的确会死人，但是怎么会死这么多人？皮肤变质了，被矿水浸泡过的稻谷会瞬间发狂，失去理智，像野兽一样想要伤人。矿水的确会让人发狂，失去理智，但是伤人倒是头一次见。这矿并非普通铁矿。先出灵峰铺再说。我服你，走。将军这是要上哪儿去啊？崔女郎，原来她就是阿茂未来的妻子。飞一下，快！我准备好了。药劲儿没过呢，飞不了啊！二位，跟我回去聊聊。爱情。